只要按赞、留言、加分享，这是500焦段的长焦镜头，就直接抽奖送给你。大家好，我是电脑王阿达，今天为大家开箱一个我最近在影视飓风上面看到的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啊，就是一支号称有500厘米的一个焦段的长焦的镜头。大家也知道，这种长焦镜头非常非常贵，在日常老实讲，如果你不打鸟不去拍天文的话，长焦镜是不太需要用到的。但是它贵呢，最便宜的要5、6万，好一点的要8、9万，专业一点你10几、20万可能都有。那一支不到100块人民币，最高阶版本的话大概是199人民币。那我就看了一下之后，我就马上上网就找到了，因为它的影片虽然有讲它的优缺点，但是我不自己玩玩看我实在是不太甘心所以我一直想试试看这种199人民币的长焦镜头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开箱，然后到时候我们带去外面拍拍看。它这个叫苍野影像，它非常的有趣，就是用水管去做镜头。我买的这个是它的一个高阶版它其实有那个很阳春的版本，就是单纯只有管子。那我是连那个什么遮光镜有的没有我都买了。所以我想说，这么便宜的东西你那个还分批买，没什么意思。盒子长这样子，那接下来我们把它拿出来看看。这个是1阶环的那个保护盖，还有个镜头盖，这个应该就是那个热靴接的地方，还有一个胶带。还有个对焦镜，这个不知道干嘛的，还有贴纸接镜头的环。我有买过一次望远镜，那买了1年多吧，用不到2次，后来我就把它卖掉了。所以这种长焦段的镜头，如果你不拍鸟的话，真的是不建议买。它长这样子，然后这边又有一个管子，这个应该是当遮光镜吧。好，我们先放旁边，非常简单。那大家看。它其实整个都是个塑胶的，就是一个塑料管，那它就这样子套上去，来当一个遮光镜，非常简单。相机的镜头像动辄都是8片10片然后凹凸都有，那是因为镜头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光学设计，所以为什么说相机它可能不赚钱，但是镜头非常赚钱。所以你可以看到，除了说你自己本家有以外，Sigma还有一些副厂的镜头很多，但是从来没有一家是这么简单，它就是只有这样目测起来应该只有2片3片吧。这个带出门撞到 K 到真的是不会心痛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全部带出去，我们来拍拍看它的拍摄效果怎么样。好，现在我们直接来到户外来测试这台苍野500的一个定焦水管镜头。那其实我们本来也想借一支200到500长焦镜头，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台南市都借不到，所以这个计划只好放弃了。这支镜头呢，因为它没有任何的电子结构不要幻想说它会有机身防抖那些功能都没有。那你在使用的时候必须要配一个脚架来使用会比较好一点。另外我大概跟大家讲一下它怎么使用第一个，它是定焦的，所以你不管怎么调整这个管距它都是500焦段。但是这个管距要干嘛呢？它其实就是在做对焦，它本身是可以这样子扣住，你只要这样卡着，它就不会动了。像我们这种单眼相机，它其实还是有一个对焦的机制，你还是可以透过它的一个像热趋图的一个方式来看，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准焦。那接下来我们会用这支镜头来拍摄一些像压缩感的一个影片，或者说直接拍人，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画质，它的表现怎么样。那接下来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车。好，大家现在看到的呢，就是我现在已经把这个镜头接到我的那个摄影机上面去的一个效果。那因为这个焦段实在是太长了，所以变成说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我人必须离镜头非常非常的远。那如果太近的话，根本拍不出效果。那另外大家可以看如果以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跟我身后的这架飞机因为它焦段长的关系，所以它也营造出来一定的景深感。那目前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颗镜头所拍摄出来的画跟它的表现，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有没有畸变这些。如果你觉得这个镜头不到1000块的一个表现，你觉得怎么样呢？
看完了录影的画质之后，大家觉得怎么样呢？那阿达也趁着假日的时候去拍了一些照片，大家可以看一下。不过天气有点阴所以光线不是很好。那同时间我也使用了市售的照相旗舰手机以24、250跟500焦段来简单做一个拍照对比。那只是让大家了解一下这种便宜的真实的光学放大跟现代的手机的数位 AI 摄影的一个变焦它的画质的差异。那大家看个意思就好了。那大家看完了录影跟拍照的一个品质之后，你觉得怎么样呢？因为我不是专业的摄影师所以我只是分享一下我自己粗浅的一些看法。那第一呢，我觉得这个镜头的对焦并没有想象中的困难，因为我们现在这种相机它都有辅助对焦的功能，你只要看那个热区有没有对到，老实说还是能够对焦的。不过你如果用手持的话，那个难度真的是还蛮高的，因为相机跟镜头本身都有重量，你稍微移动一下那就已经没有对到或者跑焦了，可能要搭配脚架来使用。那第二就是它不管是拍照或录影，它的发色我是觉得它偏浅，所以不管是你拍照也好，录影也好，都一定要后置。那第三点就是它的拍照的时候杂讯是偏多的，你会觉得它看起来就是有一点像旧电视的一个杂讯感。第四点就是它的成像，老实说我是觉得没有想象中差，因为它只有2个镜头而已。你本来对它期望不高，但是它拍出来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烂但是你说它好，它远远不到好的程度，就有点像老镜头那个感觉，但是可能还有一点侮辱老镜头，我也不太会说。画质是中松的，你又不会觉得它是很锐利的，这个应该也是它的极限。那简单来说我是觉得这个镜头它是对得起它的售价的，甚至可以说物超所值。毕竟它也只卖了1000多台币而已真的非常便宜。如果你是搭配脚架拍完去做后置的话，那老实说我觉得它的拍摄画质跟压缩感其实是比旗舰手机的500焦段还好一点的。毕竟手机它目前像现在10倍光学的500焦段都是用可能是5倍光学或3.7倍光学去硬裁切放大出来的，所以画质可能会更差。不过如果你问我出门要不要再带个单眼在这个镜头出去老实说我还是会带我的手机。那以上提供给大家参考，也欢迎大家一起留言讨论，我会把这支镜头抽奖送给有需要的人自己去玩玩看。我是电脑王阿达，如果喜欢这种有趣的开箱的话，记得帮我按赞、订阅与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